北极熊究竟有多可怕？独角鲸的杀伤力到底有多恐怖？你见过全身雪白的北极狼吗？你知道真正的北极之王究竟是谁吗？北极位于地球的最北端，这里环境恶劣，气候寒冷，冬季的最低气温可低至-68度。这里与南极一样，拥有极昼和极夜现象。距离北极点越近的地方，这种现象也就越明显。每年一到了11月23日之后，这里将会有接近半年的时间是完全看不到太阳的，并且温度还会降低到-50度。此时的北极除了漆黑，还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在四处扫荡。但即便是环境这么恶劣的地方，仍有很多动物生活在这里。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生活在北极地区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极地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北极狼。北极狼也叫白狼或者极地狼，这种狼原产于加拿大的高北极苔原地区，它属于一种体型中等的狼。北极狼的肩高可达80厘米，体长最长可达 1.8 米以上，体重可达100斤以上。虽然被称为白狼，但它们的皮毛颜色不只仅有白色，除了白色，偶尔还会有红色、灰色以及黑色的少数个体。北极狼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这种地方除了寒冷，其实更可怕的就是荒凉。在靠近北极点的地区，一年中有长达5个多月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太阳的，此时的温度会降低到-50多度，在这期间食物资源会极度短缺，而北极狼为了生存，则必须在漆黑寒冷的环境下捕杀猎物。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食麝牛和驯鹿为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它们也会攻击人类以及其他动物。据观察发现，北极狼并不惧怕人类，它们可能要比其他的狼更加危险。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食物资源匮乏，所以在野外遇到的一切活物，它们都会尽可能的让对方成为自己的食物。它们与大多数的狼一样，也是群居生活，一群通常由5到10只组成。狼群里同样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捕杀猎物的时候，它们也会采取最有效的攻击阵型，战斗力非常强悍。而第9个，北极狐，它可能是世界上颜值最高的一种狐狸，漂亮的外观被人们誉为雪地精灵。北极狐也叫白狐，它分布于整个北极地区，这个物种的耐寒能力极强，只要气温没有低至-70度，它们就不会发抖。这个家伙通常看上去都胖乎乎的，这其实就是它们在秋天为自身积累的脂肪储备。气候温暖的时候多吃一些，才能够度过食物匮乏且漫长的冬季，并且厚厚的脂肪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自身提供更好的保暖效果。北极狐的体型不大，它的体长可达60厘米，体重也就在10几斤左右。体型虽然不大，但是这个小家伙却具备很强的迁徙能力。每年一到了冬季，北极狐就会离开自己的巢穴，迁徙到600公里以外的地方生活。到了第2年，气候逐渐变暖的时候，它们仍可以再次返回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野外，北极狐主要靠捕杀一些驴鼠、鱼类以及鸟蛋为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它们就会紧紧地跟在北极熊的身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吃北极熊剩下的食物。当然，这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北极熊实在找不到食物，也会回头将北极狐吃掉。好，第8个，厚嘴海鸭。这是一种远看上去与企鹅很像的一种海鸟，由于它与企鹅一样都拥有一个白色的肚子，并且这种厚嘴海鸭也能够像企鹅那样下潜到海水中游泳，外观看上去与企鹅也有些接近，所以这种鸟被誉为北极的企鹅。当然我们都知道北极是没有企鹅的，这个家伙其实属于海雀科的一种鸟类。厚嘴海鸭的体长可达40多厘米，它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主要靠捕食海里的一些鱼类为生。这种鸟的翅膀较短，因此拍动起来的速度很快，这种短小的翅膀可以帮助它们在水中实现快速游泳，它们的潜水能力很强。厚嘴海鸭一头扎进水下，最深可以下潜到水下150米的深度寻找食物，一次潜水的时间最长可达4分钟。由于长期居住在海边，因此这种厚嘴海鸭从出生起就需要练习这项潜水技能。厚嘴海鸭的巢穴通常都住在面临大海的悬崖峭壁上，因此它们也会将自己的鸟蛋产在这种地方。刚出生的厚嘴海鸭不等羽毛丰满的时候，就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大海里跳，目的就是为了练就潜水的技能，同样也是生存的技能。第7个，独角鲸。你敢相信吗？这个物种前端的那根长角，曾经的价格是同等重量黄金的10倍。在16世纪最贵的时候，一根独角鲸的角就可以买下一座城堡。这个物种其实是一种生活在北冰洋海域的一种齿鲸，它前端那根长达2米多的长角，实际上是它的一颗牙齿。这颗牙齿从它的上颌处穿过嘴唇，形成螺旋状。由于长得类似于角一样，所以被称为独角鲸。它的这颗长牙除了可以用来打斗，更重要的就是为了彰显它们自身在同类中的地位。牙齿越长，地位也就越高。独角鲸也叫一角鲸，
鲸，它们的体型与白鲸差不多，抛开长牙之后的体长最长可达 5.5 米，体重最重可达 1.6 吨。这个物种通常也是群体活动，在海中它们主要靠捕食比目鱼、北极鳕鱼以及其他的一些鱼类为食。在野外，它们的平均寿命为50岁。其实它们的寿命可以更长，但是由于它们需要呼吸空气，因此每年一到了深秋之后，北极水域表面开始结冰之前，它们如果没有找到开阔的水域，就会被厚厚的冰层阻挡在海水下。如果冰层太厚，它们没有能力将冰层破开，就会活活被憋死在水中。好，第6个，白鲸。毫无疑问，白鲸绝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同样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我们很多人与白鲸的第一次碰面，多数都是在海洋馆，但实际上北极才是它们真正的家园。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白鲸都生活在欧洲和加拿大以北的北极和亚北极海域中。与海洋馆里的不同，在这里它们是群居动物，通常会有多达上百头白鲸在一起活动。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食一些小型鱼类为食。由于白鲸的牙齿既不大也不锋利，因此它在进食的时候只能依靠吸力将食物吸进嘴中，然后整个吞下。如果吃一些较大的鱼类，就有可能被卡在喉咙里。对了，再有就是白鲸具有很强的声音模仿能力，这个家伙能够向外发出多达几百种不同的声音，比如猛兽的叫声、牛叫声、猪叫声、鸟叫声，甚至人叫声，它都可以模仿的惟妙惟肖。也正是因此，白鲸也被人们称之为海洋中的金丝雀。第5个，公头鲸。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嘴巴最大的动物，公头鲸的嘴巴占身体长度的1/3，它的嘴巴长度可达5米，高4米，宽2.5米，但是它的舌头就重达将近1吨，这使得它比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的嘴巴还要大。不仅如此，公头鲸还有可能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据估计它们的寿命最长可达200多年。这个物种是一生都生活在北极和亚北极这种寒冷水域的一种鲸鱼，它们的体长可达21米，体重可达100吨以上，但是它们的脂肪就厚达半米，这几乎是所有动物中最厚的脂肪了。超厚的脂肪可以帮助公头鲸适应极地水域的寒冷。这个大家伙拥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头骨，这种头骨构造可以帮助公头鲸能够轻易的破开北极的冰层，浮到海面上呼吸。公头鲸与其他的大型鲸类一样，也是一种大型滤食性动物。在北极，它们主要靠捕食磷虾和一些浮游生物为食。一头成年的公头鲸在1天之内就需要吃掉大约 1.8 吨左右的食物。第4个，海象。对比北极地区的其他动物，海象这个物种貌似并没有太突出，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海象是北极浮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顾名思义，它之所以被称为海象，意思就是海中的大象。一头成年海象的体长最长可达 4.5 米，体重最重可达3吨。它嘴里那2根獠牙的长度最长接近1米，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打斗以及彰显自身的地位。海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趴在浮冰上睡觉和休息，只有到了饥饿的时候才会下潜到海里觅食。在水中，它们主要以一些底栖动物为食，尤其是蛤蜊。它们经常会下潜到一些较浅的海底搜寻蛤蜊。在觅食期间，海象可以利用嘴巴向海底喷射水流，目的就是为了清理附着在蛤蜊身上的泥土，然后用嘴唇将蛤蜊夹起来，轻轻一吸就能够吸出蛤蜊的肉。吃蛤蜊的技术那家伙是相当厉害。在北极地区，由于其体型庞大，并且拥有长达1米的獠牙，因此很少有动物可以威胁到海象。虽然北极熊有能力捕杀海象，但大多数都是捕杀的海象幼崽。北极熊一般情况下并不会选择成年的海象下手。北极熊如果在与海象的打斗过程中不慎落水，那么海象就有可能利用獠牙将北极熊杀死。真正能威胁到海象的只有虎鲸。好，第3个，麝牛。麝牛也叫麝香牛，它是生活在地球最北部的一种有蹄类动物。这种牛每当到了发情期，身上就会向外散发出强烈的麝香味，因此它才被称为麝香牛。麝牛原产于荒凉的北极地区，它们通常都活动在北极的苔原地区。在这种地方，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地面才会有植物，一旦到了冬季，这里就会变成极度荒凉且寒冷的不毛之地。生活在这种地方的绝大多数动物都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远走他乡，寻找温度适宜的地方过冬，但是这种麝牛则会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冬季的苔原地区长时间被冰雪所覆盖，麝牛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利用自己的蹄子刨开积雪，然后去吃一些干草和一些苔藓类果腹。它们之所以不用通过大批量的迁徙去躲避北极的冬季，主要就是出自它们自身极强的御寒能力。麝牛身上的皮毛非常厚，并且具有很好的保暖效果，它可以抵御北极零下50度的气温，即便是夹杂着暴风雪，它们也感觉不到任何的寒冷，非常抗冻。但有一点就是特别怕热。在野外，它的天敌主要就是北极狼以及北极熊，特别是北极狼。据研究发现，麝牛死亡率的1半都是受北极狼的影响。第2个，驴鼠。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繁殖能力最强的动物。
旅鼠的外形非常可爱，它们体型不大，体长最长也就在18厘米左右。这个小家伙常年居住在北极地区，通常都活动在北极的苔原地区。这个物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进行繁殖，并且繁殖能力极强。你可能很难相信，一只雌性旅鼠在1年之内就能向下繁衍上万只后代，它们一年能生7到8胎，一次就可以生下12只幼崽，并且这些幼崽仅需20多天就可以达到性成熟，而且它们仍可以继续生育。如果一直推算下去，不到第4代，它们就可以繁衍到上万只。虽然繁殖能力极强，但是旅鼠的寿命却很短。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旅鼠的寿命都活不过1年，主要就是气候以及天敌原因。在北极地区，旅鼠是很多食肉动物的猎物，有时候即便是草食性动物驯鹿，也会时不时的用脚踩死一只旅鼠，然后吃掉。所以这个物种在一定意义上为北极的其他动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好，第一个，北极熊。毫无疑问，北极熊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北极之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一头成年的雄性北极熊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 2.5 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0斤，双腿站立起来的高度最高可达3米以上。它是一种超级肉食性动物，北极熊 98.5% 的食物都是由肉类组成。在北极地区，它们几乎可以捕杀一切陆地上的动物，即便是体型比自己还大的海象，北极熊也有能力将其干掉。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下潜到海水中捕杀猎豹，甚至白鲸，战斗力相当强悍。在北极，它是这里的顶级捕食者，除了人类和北极熊的同类，它们没有任何天敌。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天堂究竟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天与地的交汇处在哪里吗？你听说过天空之镜吗？长期以来，人们曾不止一次幻想过天堂是否存在。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有答案，但是请不要遗憾，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其实有很多种非常漂亮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景色堪称人间天堂。但是由于这些地方都散布在地球的各种角落，所以导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亲眼目睹一下这些震撼的景观。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景色最壮观的10个地方，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人间仙境。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而第10个，乌尤尼盐沼。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盐沼，它的面积超过了1万平方公里。它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靠近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山顶上。每年一到了雨季，这片盐滩就会被雨水注满，形成一个浅水湖泊。等大雨过后，这里薄薄的湖面就像一个巨大的镜子一样，在反射着超级震撼的天空景色。此时如果身处这里，看上去就犹如站在了天与地的交汇处一样，非常奇妙。由于湖内多数都是由一层研制的矿物质硬壳组成，并且湖水通常都很浅，因此个别地方甚至可以承受住汽车的重量。当人们将汽车开到湖面上时，看上去就犹如身处天上一样，景色非常震撼。其实除了景色，这里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价值。你知道吗？这里除了漂亮，在这些白色的盐滩之下，还埋藏着很多金属资源，特别是锂。我们都知道，锂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制作电池，而在这片犹如人间仙境的盐滩之下，就埋藏着大量的锂。据人们勘探，但是这里的锂储量几乎占全世界锂的1半。如果当地人将这里的锂全部开采出来，估计玻利维亚这个国家的财富甚至可以与富得流油的中东巨头沙特阿拉伯相匹敌。第9个，雷特巴湖。雷特巴湖也叫玫瑰湖，这里的湖水呈粉红色，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大片血水一样，非常恐怖。这座湖位于塞内加尔境内，它实际上是一个面积仅有3平方公里的咸水湖。湖中血红色的水实际上也不是血液，之所以会使湖水变成这种颜色，是因为在这片湖内生活着一种名为噬基菌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特别喜欢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比如高温、高盐以及高浓度的重金属甚至其他有毒物质的环境中。而位于塞内加尔的雷特巴湖就是一个天然的高盐咸水湖，这里的含盐量高达每升380克，湖水非常咸。这种环境正是这种噬基菌最理想的栖息地。由于这种微生物自身会产生一种红色素，主要用来帮助它们自身吸收阳光，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噬基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使湖水变成粉红色。除此之外，这座湖还拥有与死海一样的功能。由于湖内的盐分含量高达 40%， 所以它与死海一样浮力很强，可以轻松的使我们的身体漂浮在水上。不过遗憾的是，这里并不适合游泳，由于水中的含盐量浓度过高，因此直接接触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第8个，白天堂海滩。白天堂海滩是位于澳大利亚圣灵群岛的一个游泳海滩，它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海滩。整片沙滩的长度约为7公里左右，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它洁白的沙滩。
白色的沙子加上湛蓝的海水，看上去景色非常震撼。这里的沙滩之所以会这么洁白，主要就是因为这里的沙子都是由细腻柔软的高度纯二氧化硅组成的，也就是说这里的沙子石英含量极高，几乎接近 99%。 正是由于这种沙质的存在，才使得这里拥有这样明亮震撼的美景。在当地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去旅游，不过尽管如此，这座沙滩仍能保持着非常洁白的原始状态。第7个，瓦卡奇纳。你知道沙漠中的绿洲究竟长什么样子吗？位于南美洲西部的秘鲁境内，就有这样一个地方，名为瓦卡奇纳绿洲。它坐落于当地最大的沙丘之间，号称是南美洲最美的一个绿洲。这里就像是一个小镇，周围都被高达约100米的沙丘所环抱。小镇围绕着一池的天然湖水为中心，内部还长有棕榈树、桉树以及人类的建筑物。这里的常住人口约为100人，但是常住的旅客却高达上千人。小镇内部设有各种酒店、商店以及娱乐设施，非常齐全。说到这里，相信很多领导都非常好奇，在干旱的沙质地区，这片绿洲是怎么形成的？其实这里的水源都是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地下河，由于地下储水层的自然泄漏，才形成了这么一小片湖泊。这里的河水也是吸引众多游客的一大亮点，因为在当地有一个传说，就是这里的水和泥浆具有治疗的作用，因此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这里的湖水有一定的医疗功效，因此曾一度吸引来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到了1988年，由于游客众多，造成用水量的增加，所以逐渐的导致这座湖干涸了。但是当地为了保住旅游业，便向这里铺设了管道，从附近的伊卡市内将水抽到这里。第6个，张掖国家地质公园。乍一看上去，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这里是动画片里的世界一样，但实际上这里是真真切切的地球景色，并且它就位于我们国家的甘肃省的张掖丹霞地质公园。这里的地貌奇观大约在600万年前就已经形成，由于丹霞地质的构造多数都是由红色的沙砾岩堆积而成，丘陵上的红色沙岩经过长时间的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再加上气候变化以及风力等因素的影响，逐渐的形成了这种奇异的景象。每当阳光从山丘上扫过时，这里的山丘就会从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景色非常震撼。由于这里身处大陆腹地，并且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冬寒夏暖四季分明，所以在不同气候或者环境下，这里的颜色也会有所不同。对了，再有就是这里还被誉为世界10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景色非常震撼。第5个，羚羊峡谷。这个画面相信有些人会比较面熟，因为它曾出现在很多人的手机壁纸上。这种地方看上去非常梦幻，给人的感觉特别不真实，但实际上它也是真实存在的地球景色。羚羊峡谷位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地区，这里实际上是一个由水流形成的狭缝峡谷。在这种干旱的环境下，每当暴雨来袭，就会导致山洪爆发。如果地面有裂缝的地方，就会被湍急的水流长期冲刷，时间久了就会逐渐的形成这种狭窄的峡谷。山洪过后，外加上风的侵蚀，日积月累就会形成这种如同水流的边缘。不过仅凭这2点还不足以形成这种壮观的景象。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这里的地质构造。羚羊峡谷内的地质构造是由红砂岩组成的，特殊的地质颜色经过冲刷过后才会形成这种震撼的景象。对了，再有就是这里虽然景色宜人，但是也非常危险，特别是雨季，一旦下雨，这里随时都会有山洪爆发的风险。在1997年就曾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来袭，导致山洪爆发，而正在参观羚羊峡谷的11名游客，由于没能及时走出峡谷，导致全部丧生，非常危险。而第4个，达洛尔。如果单从景色上去看，这里的确非常奇幻，五颜六色的地表，风景非常美丽，但是在美丽的背后，这里却有着非常可怕的一面。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些色彩斑斓的地方，其实常年都被毒性气体所覆盖。这里位于埃塞俄比亚的达罗尔火山附近，这些神奇的地貌其实就是由于火山活动，高温将地下水溶解的盐分带到地表所导致的盐分沉淀层。这些盐分经过阳光照射，水分很快就会蒸发，水中所含的盐分就会凝结并堆积起来，从而形成这种五颜六色的岩层。随着岩层越来越多，才构成了这种神奇的地貌。景色虽美，但是这种地方只可远观不可近探，因为这里是地球上平均年气温最热的地方。达罗尔的海拔很低，它低于海平面以下约100多米，而地球上最低的陆地火山就在这里，因此这里常年都会有大量的热量和腐蚀性气体从地下冒出。人类如果身处这种环境下，极有可能会中毒。再有就是地表上那些小水坑里的水，虽然看上去比较漂亮，但实际上非常危险。这些水的腐蚀性极强，足以溶解我们的衣服甚至鞋子，相当可怕。第3个，大棱镜彩泉。这里是世界上第3大温泉，它位于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内。这个温泉的宽度达到了75米，长91米，也于其边缘地带呈现出鲜艳的彩色，因此大棱镜彩泉在当地也被称为彩虹泉。这座温泉之所以会变成这种颜色，是因为在这里的水中生活了一些藻类和一些含色素的细菌等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的体内含有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这种物质会使它们的身体颜色随着温度的变换而改变，也就是说季节不同，这个温泉的颜色也会有所不同。之所以只有边缘
是彩色的，主要就是因为温泉的中心点位温度较高，不适宜这些微生物生存，而边缘水温较低的区域则是它们最佳的理想栖息地。温泉中间的水温最高的时候可达70摄氏度，几乎没有微生物，所以颜色也就没发生太大的变化。再有就是这里虽然是一个天然温泉，但是却不适合游泳，主要就是因为这里的水温过热，有一些地方甚至接近沸点，如果贸然下去游泳，游着游着可能会被煮熟。除此之外，这种色彩斑斓的水面虽然看上去景色宜人，但实际上却满载病毒。科学家在对这里的泉水研究后发现，这里的水面上布满了用肉眼看不到的细菌，每一小勺温泉水中就有多达成百上千个病毒种类。也就是说，我们的手仅仅是触碰到这里的水面，就有可能被几百种病毒粘在手上，非常可怕。第二个，冰岛大冰洞。对于生活在温带地区的我们来说，一辈子想要见到这样的景色几乎是少之又少。这里是位于冰岛西南部瓦特纳冰川的一处冰洞，走进冰洞内部就犹如身处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一样，景色非常震撼。这种冰洞多形成于瓦特纳冰川，由于在瓦特纳冰川的地下分布着熔岩、火山口和热湖，所以受地面温度的影响，导致冰川内部经过复杂的物理变化，底部的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从内部融化，从而形成了这种冰洞。再有就是这种冰洞不是恒久不变的，随着气候的变化，这种冰洞也会变得极不稳定，特别是到了夏季，大部分的冰洞都会有塌陷的风险，所以千万不要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只身一人去探索这些大冰洞。这种地方的景色虽然足够震撼，但是危险系数也相当的高。好，第一个，奈卡矿。这里原本只是一个矿洞，主要用来开采铅、锌以及银矿，但就在开采的过程中，工人们在位于地下290米的深处意外发现了一个地下的巨型水晶洞。这里的水晶非常巨大，最大的水晶长度竟达到了10米以上。据估计，这些巨型石膏晶体可能从10万多年前就在这里缓慢的生长了。它们的形成原因主要就是由含有硫酸钙的地下水渗透形成的。在岩浆的不断加热下，这些含有硫酸钙的地下水就会开始缓慢的渗透整个洞穴，从而形成这么一个水晶洞。这个矿洞其实在很久之前主要出产的都是金银，到了1990年才开始发掘锌和铅，最后又发现了这么一个水晶洞。后来到了1911年到1922年间，这个矿洞不知是何原因一度关闭。就在人们准备放弃这个矿坑的时候，又在里面发现了另一个富含大量水晶的洞穴，只不过这次发现的水晶洞穴里的晶体并没有第一个大，晶体长度仅有1米左右。对了，再有就是这个地下洞穴实际上是注满水的，人们之所以可以进入到这个洞内，是因为提前用水泵将内部的水抽走了，如果停止抽水，那么这个洞穴就会再次被水淹没。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比狮子还要可怕的野牛吗？你知道被野牛撞一下究竟有多恐怖吗？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牛都是一种憨厚老实的动物，但实际上你知道吗？在全世界，牛的品种多达1000多种，但是野生的牛科动物就超过了140多种。多数人能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人类饲养的家牛，其实在野外还有很多种非常凶猛且致命的野生牛。这些牛的危险程度其实一点也不次于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猛兽，有些品种甚至比狮子和老虎更加危险。如果在野外遇到它们，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这种野牛刺穿我们的身体，非常危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会给我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危险的8种野生牛，带给我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低调的猛兽。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8个，非洲野水牛。它是非洲大陆同狮子一样危险的一种大型水牛。据估计，在非洲地区，每年单是被非洲水牛践踏致死的人数就高达200多人，而与其一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型食肉动物狮子，估计每年才造成200人死亡。由此可见，这种大型水牛被列为非洲5霸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非洲野水牛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 3.4 米，肩高可达 1.7 米，体重可达1800斤。这个家伙最致命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性情，它们是非洲大陆攻击性最强、脾气最暴躁的物种，同样也是非洲伤人最多的动物之一。在非洲，除了人类之外，它们几乎没有天敌。狮子虽然经常会去捕杀这种大型水牛，但是这种水牛也有能力抵御并且杀死狮子，而且狮子想要成功猎杀一头成年的非洲水牛，通常需要好几头一起行动，所以狮子在一定意义上并不能算是非洲野水牛的天敌。况且非洲水牛还是一种群居动物，水牛群数量最多的时候可以高达上千头在一起活动，这时候即便是一群狮子也不敢轻易的对非洲野水牛下手。再有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受了伤或者落单的以及带着小牛的母牛，其实与狮子和豹子一样危险，因为离开牛群的非洲水牛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会变得非常谨慎，攻击性也会变得更强，所以在野外碰到这个家伙，无论是一头还是一群，都要远离它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家伙与狮子一样危险。第7个，欧洲野牛。
欧洲野牛是欧洲现存体重最重的陆地动物，它的体长可达 2.9 米，肩高接近2米，体重最重可达1吨。在夏季，一头成年的雄性欧洲野牛在1天之内就可以吃掉60多斤的食物。看到这里，有些领导可能注意到了，它的外形与美洲野牛貌似非常接近。确实，欧洲野牛与美洲野牛同属野牛属，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外表也十分接近。但是除了外表，两者的身体构造却大不相同。欧洲野牛长有14对肋骨，而美洲野牛却有15对肋骨。欧洲野牛的平均身高普遍也都比美洲野牛更高，腿部也更长。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欧洲野牛非常不容易被驯服，脾气比较暴躁，尤其是每年的7到10月份，在这段时间是欧洲野牛的发情期。在这个时候，发情的雄性欧洲野牛会变得非常暴躁，性情蛮横无比，一切靠近它的物体都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无论体格多强壮的人类，一旦遭到这个大块头的冲撞，都是极其危险的。然而，即便是这么强壮的一个物种，却差一点被人类灭绝。其实，在很久之前，欧洲野牛曾广泛分布于欧洲地区，但是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它们不断的捕杀，早在1927年，这个物种就已经在野外灭绝，只有动物园里还剩下48头。之后，人们又开始对其进行各种保护繁衍，到了1951年，这个物种才被重新引入野外。据估计，截止到2019年，全世界的欧洲野牛的数量约为7000多头。第6个，亚洲野水牛。如果你在乡野田间遇到一头不明来历的水牛，请千万不要盲目的靠近它，因为你遇到的如果是一头野生水牛，那后果可能会非常可怕。水牛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这个大家伙曾是我们国家南方地区非常常见的一种家畜，它们的品种有很多，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多达上百种不同品种的家养水牛，但无论是哪一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野生水牛。野生的亚洲水牛与家养的水牛性情大不相同，虽然从外表上看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野生亚洲水牛并不具备家养水牛那种温顺的性格，而且野水牛的体型都要比家养水牛更大。亚洲野水牛的头体长度可达 2.8 米，肩高可达 1.9 米，体重最重可达 1.2 吨，而家养的水牛体重通常也就在半吨左右。毫无疑问，一头成年的野水牛可以轻易的杀死一个成年人。野水牛的牛角非常大，看上去就犹如2个弯刀扎在头上一样，相当威猛。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靠近水源的地方，并且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水中度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水牛身上没有足够的汗腺，通过汗液蒸发让自己保持舒适的体温，所以只能通过将身体埋没在水中去调节自己的体温。这样做同时还可以避免丛林中的各种昆虫的叮咬。再有就是野生的亚洲水牛的数量极度濒危，全世界大约只有4000多头野生水牛，而成年的野生水牛的数量可能不足3000头，非常稀缺。第5个，爪哇野牛。爪哇野牛也叫白臀野牛，这个物种与白指野牛一样，腿部的下半截也是白色，它们的体色多数都为黄色，远看上去跟乡野间的大黄牛很像，身材大小也与家养的大黄牛非常接近，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它。你知道吗？爪哇野牛在我们国家与大熊猫一样，同属于1级重点保护动物。这种野牛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它们的臀部。爪哇野牛的臀部通常都长有一大片白斑，它们的身材高大，但是头部相对较小。这种野牛的体长也就在 2.2 米左右，肩高最高可达 1.7 米，体重最重可达1600斤。这个物种除了黄色，还有一些个别的皮肤颜色呈黑色。黑色的爪哇野牛远看上去与白指野牛很像，但它们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种。这个物种的可怕之处主要就在于它们的外形，由于其外形与家养的大黄牛非常接近，所以人们看到它特别容易会将它与家牛混淆，因此当它们接近我们时，我们会毫无防备。一旦爪哇野牛被激怒或者受到惊吓，它们也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发起攻击，因为它们毕竟是生活在野外的野生物种，性情与家养牛大不相同，一旦失控，谁都无法预料它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危险举动。所以说在野外遇到臀部是白色的大黄牛，一定要时刻警惕，以防发生不测。第4个，低地水牛。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水牛之一，这个物种的体长约在 1.8 米左右，肩高仅为85厘米左右，体重也就在300-400斤左右。它的外观整体看上去不像牛，反而与一些羚羊有些相似，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水牛。这个家伙体型虽小，但是对人类却非常具有攻击性，尤其是年轻的低地水牛，它们生性孤僻，并且非常易怒，头顶上那2根尖锐的牛角就像2把锋利的匕首一样，在发起攻击时，它们会利用尖锐的牛角疯狂地刺向目标，一旦遭到它的攻击，就像是被无数把不算太锋利的匕首往我们身上扎一样，非常恐怖。这个物种主要都活动在一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热带雨林深处。它们与其他的牛科动物不同，低地水牛通常都是单独活动，而不像大多数野牛一样成群生活。再有就是它们的寿命，野生的低地水牛寿命最长可达20年以上，圈养的可达30年。切记，在野外，特别是人烟稀少的热带雨林里，遇到的任何陌生的动物都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哪怕仅仅是一只小虫子。好，第3个，野牦牛。
如果你身处青藏高原，在野外遇到单独的牦牛，请一定要远离它们，因为你遇到的如果是一头野生牦牛，那么极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在青藏高原，牦牛似乎是一种见怪不怪的动物，因为在很多牧民的家里都会饲养牦牛当作牲畜。然而家里饲养的牦牛与野生的牦牛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们的外表虽然都差不多，但是野生牦牛要比家养牦牛更大，攻击性也更强，特别是单独的野牦牛。离开牛群的野生牦牛的性情极为凶猛，它们就像是一头孤狼一样，会主动攻击在它面前的任何移动的物体，包括汽车。千万不要以为躲在车里就可以抵挡野牦牛的攻击，这个大家伙的威力足以将一辆吉普车顶翻，所以千万不要尝试利用工具与它们搏斗，因为不论雌雄，野牦牛一旦对目标发起攻击，就会不死不休，直到彻底将敌害铲除才肯罢休。要知道，一头成年的野牦牛的体长最长可达3米以上，肩高最高接近2米，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外加上它们头顶上那长达半米的牛角，即便是棕熊见到它们，多数情况下也都会选择绕道走。在西藏，野牦牛实际上比狼还要危险，在野外遇到它们，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第二个，美洲野牛。在野外如果碰到这个家伙，实际上比碰到熊更加可怕。从1980年到1999年，单是在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内遭到美洲野牛伤害的人数就是熊的3倍多。它是美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美洲野牛主要都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平原地区，除了大平原，在一些稀树草原和寒带森林里也有它们的身影。一头成年的美洲野牛的体长最长可达 3.5 米，肩高最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它们虽然看上去比较笨重，但是奔跑起来的速度却非常快。这个大家伙可以以最快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持续奔跑5公里以上。如果在野外不幸遇到一头美洲野牛，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它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毫无征兆，上一秒可能看上去还很温顺，但下一秒就极有可能转身对我们发起攻击。更可怕的是，即便我们手持远程攻击性武器，也无法将其吓退，因为美洲野牛根本不惧怕枪声，枪声越响，它们可能会越激动，同样也会变得更危险。更何况这种大型野牛还是群居生活，一旦遭到野牛群的攻击，是相当致命的。第一个，印度野牛，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牛科动物。印度野牛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 3.3 米，肩高可达 2.2 米，体重最重可达 1.5 吨。在视频上看上去它可能并没有多大，但是当我们实际走近后，你会发现这个家伙的体型足够巨大。这个物种曾遍布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它们原产于亚洲南部，通常都活动在一些热带森林中。与其他牛科动物一样，在野外，印度野牛主要也是靠吃植物为主。由于其四肢的下半截都是白色，看上去就像是穿上了白色的袜子一样，所以印度野牛也被称为白肢野牛。这种野牛浑身布满肌肉，在野外除了人类，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并且这个家伙还是野生老虎为数不多的对手。在印度野牛的活动区域内，同样也生存着地球上最凶猛的食肉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野外，孟加拉虎与印度野牛碰面的机会有很多。虽然孟加拉虎有能力猎杀成年的印度野牛，但印度野牛也有能力在抵抗期间利用尖锐的牛角杀死孟加拉虎，所以老虎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主动招惹成年的印度野牛。通常老虎只会选择捕杀幼年或者生病的印度野牛，因此老虎还算不上是印度野牛的天敌。然而对于人类来说，如果在热带森林里遇到这个大家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白肢野牛虽然体型庞大，力大无穷，但它们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非常胆小。这一点其实就是它们最可怕的一点，因为胆子小就特别容易受到惊吓。在野外，它们一旦受到惊吓，就会使出浑身的蛮力，在丛林里横冲直撞。在这期间，我们的身体一旦被它头顶上的尖锐的牛角刺到，是非常致命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